这个计划听起来还是蛮可行的。我反对，怎么出风头的都是你们，我就要当跟班，这不符合兄弟平起平坐的原则吗？我也反对。为什么我要鬼鬼祟祟的去冒充那家伙？其实我也很担心这一点啊。虽然他与您同样师出白鹿洞，但论能力、论江湖地位、艺术修养，他的确非您所能及。既然二哥反对，我想还是取消算了。等等，你说江湖地位、武功修为，这我不计较。可是论艺术修养，我不服气。他除了几首字写得比我漂亮，比诗词、比文章、比剑术，我绝不肯认输。既然花二哥这样说，那么他的角色可就全权交给您了。不然，我们两个角色对调，二哥意向如何？免谈，我可不当娘娘腔。我也不勉强二哥。总之，就劳烦二哥待会儿在一边旁观。不过，要是冒充其他人这种事情，实在不合您的心意，那您的戏份就自动删除吧。小兄弟，你醒了。原来是恩公啊！我还以为到地府了呢。小兄弟，我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东方家刚刚发出文告，举行招亲。只要你在擂台上击败众人，就能风风光光的娶回你的小情人了。真的吗？可是……别垂头丧气了，我们首领听说了你的遭遇，深受感动，决定无条件帮助你，与你的小情人重聚。我感谢各位恩人的好意，但此事太过困难，实在不敢劳烦诸位。你小子果然心地善良，不想连累旁人。不过呢，你若知道我们是什么来头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听说过什么是圣殿中的白夜吗？难道是传说中的在自由都市行下无数义举的英雄白夜四骑士？我听说白夜四骑士所在之处，黑夜的苦难就永远不会降临。小人有眼无珠，不知几位恩人是……说出来不怕吓坏你啊！哎呀，马上到我上场了，冒充大侠还挺紧张的。朗朗乾坤，万里无云，天空突然一声炸雷，他就闪亮登场。他骑着白色三尾妖狐坐骑，一手提枪，一手按宝刀，从绿荫大道疾驰而过，横起一片尘土，引来路边美女含情张望。他就是白夜四骑士的亲骑士苏洛。小兄弟，本大爷就是轻骑士苏洛，无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我呢，则是苏洛大人的仆从。这次我们前来暹罗，发现石家行动可疑，特此潜入查探，并且发现你的遭遇。如果我们袖手旁观，那怎么配称为白夜四骑士呢？如果只有东方家，那也还好。但如今七大宗族全都参与进来，自由都市又怎么可能为了我这种小人物而得罪七大宗族呢？嘿，我说你这人，普天之下哪有你这等软弱男人，连争取自己所爱之人的勇气都没有。哎呀，接下来登场的是银骑士王。莫说你的未婚妻被人抢走，就是跟着你，这辈子也算是完了。不瞒各位，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是个很倒霉的人，不管做什么，怎么努力，最后都会搞砸。文不成，武不就，都已经这么大了，自己的人生还是一败涂地。这次拦截花轿是我赌上自己勇气的亡命之举，虽然侥幸成功了，
但最后还是落得这个下场。给我恩人的救命之恩，我很感激。但是我想，上天已经告诉我，一切命该如此。哼，推脱之词。如果你真有那个心，就算到最后关头，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我对小翠绝对是真心的，所以我们才一起约定在婚礼那天自尽。就算人在两地，还能共赴黄泉。至于去赢得比武，根本没有可能的事，为什么还要自取其辱呢？谁说没可能？你连死都不怕，难道就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再去争取一次？我武功低微，又人单势孤，7大宗族中任何一个小人物，我都打不过，又有什么资格去争取呢？为什么没资格？你爱你的未婚妻，她也爱你，这就比什么资格都正当。人生之事，只要有心，纵到绝处也能逢生。只要你敢去争取，谁说没有希望？不会吧？平时冷漠倨傲的花老二，今天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？这么有力的谗言，也未免太有做戏的天分了吧？请问恩人究竟是谁？凭我王右军3个字，足够吗？这个出场方式太帅了吧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没错，这位便是武炼王字世家的一流高手，越贤者陆游的7徒之一，拥有一手融书法入剑的神技，白夜4骑士的银骑士王右军。王大侠，可是我记得刚才发生爆炸前，这位苏洛大侠喊您是花。哎，难得王大侠肯对你表明身份，石家戒备森严，要不是王大侠亲自出马，又有谁能将你无声无息地救出来呢？哇！刚刚使的剑法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好厉害的挥毫神剑！您果真是王大侠！哇，花老二太厉害了，随便用木棍挥几下，就把屋子拆得干干净净的。没事就拆房子，今晚大家要睡哪儿啊？哼，这算什么？不过是你少见多怪罢了。只要我愿意，我还可以分别挥出4种不同字体，那才叫高明。哎呀，花老二这种高冷自傲的人，竟然也有这么自恋的一面。大家聊得很高兴了，我们的客人清醒了吗？这位小兄弟你好，严苛的冰雪不会永远存在，你的苦难终究会过去，在你的身上，我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。老大，怎么会这么像啊？这3个该不会真的是神吧？谁知道呢？想不到这娘娘腔竟然还会使用记下的回复咒文，这种人又怎么会没被白家挽留，流落到麦迪奇家去？你一定就是米迦勒团长。对了，这位就是天之荣耀，神之伟业，白昼传达语言，夜晚传递知识，将温暖之光洒遍大地的米迦勒团长。你运气不错，普天之下没几个人见过米迦勒团长的真面目的。我们这次到暹罗来，主要是调查石家与东方家有何图谋，会碰巧遇到你，相信是神的旨意。你且宽心以待，神明不会让善人永处于恶难当中。只要你能坚持下去，我们会帮助你与未婚妻团圆的。没想到小人竟然能得到骑士大人们的帮助，小人纵使身死，也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赢得比武招亲，救回小翠。
花兄弟，不知道你目前修炼的是何种武学呢？小人在花家地位微末，只修炼过最初的剑术，实在惭愧。花兄弟，虽然我相信神会庇佑你，但奇迹不会平白出现。既然是要比武招亲，以你现在的武功，我瞧不大成啊。这不废话吗？如果他的武功成，还需要你们干嘛？这样吧，妥当起见，我先设法提高你的武功。既然你练的是剑术，从现在起你就跟着王大侠学习剑术吧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王大侠是何等英雄，我这样的窝囊废又怎配蒙他教导？众生平等，在神的荣光之下，人都是一样的。我相信王大侠一定会答应的。花兄弟，你先安心休息。距离比武招亲还有半个月，我呢就先去跟王大侠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计划。既然大家都计划好了，那我还有点事儿，先出去一趟。有雪，就劳你们费心把花兄弟照顾好了。哎，花兄弟，我看你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这房子也被换。王大侠拆的不剩下什么了，要不咱们先进城报名比武怎么样啊？好的。序列物到底是派你来做什么的？处理废物。先是莫名其妙和那2个废物厮混，现在又帮另一个废物来骗我真传。倘若您非要为支持若红小弟的行动找个理由的话，您那时说的话不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吗？我从来没有收徒的打算，而且我说过不做超过花风流应有能力的事。哦，那您刚才挥剑砍我的时候，怎么不对自己说说呢？啊，不过花二哥，刚刚您对若红小弟的那番鼓励啊，说的是慷慨激昂，不晓得的人啊，还以为您是过来人呢。又嫌自己命长了吧？事情就这么办吧。传授武功，也不一定要收人为徒啊。假如您真的不愿意传武功给那个笨小子，就随便教他几下三脚猫剑招，让他在比武时战死在擂台上。总之，这双小情人的将来可就全凭花二哥您的打算了。师父曾说，只要在月圆夜，满怀诚意地为心上人簪上梅花，2个人的感情就能够长长久久，永不分离。那后天晚上月圆，你再帮我簪一次花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从明天起，我必须回白鹿洞闭关。那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佳敏，下次梅花盛开时，就是我回来娶你之日。君不见，大河之水得天上，千里奔流不复回。君不见，筋骨豪杰悲白发，须青丝飞成雪。身前狂放能几回？斗酒相知付流觞。天生无徒有俊才，千金消尽还复来。玉杯西前漏声转，金莲舞罢花飘扬。稷下客，舞练图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剑舞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我就想拉泡屎，有这么难吗？